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，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一款丝样背心。本教程电子图解，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产品有几个尺码，制作方法相同，只是部分位置的针数和行数不同，都是分为身体、胸片和钩边这3个部分。先绕圈钩织身体，然后分别钩织前后胸片，并连接肩部，最后在领口和袖笼位置钩边。首先钩织身体，从下往上钩织，采用锁针、环形起针、沿着起针、逆时针、绕圈钩织对应花样。用到的针法为锁针、长针、引拔针、短针和拉丝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在钩织前，我们需要准备一下拉丝针钩织时使用的工具。拿起一个这样的卡片，然后剪出一个宽约2厘米的长条，这里无论是横向裁剪还是竖向裁剪都可以，只要保证最窄的一侧是2厘米就可以。这里我已经剪好了，将这个卡片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针，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这里我用棉线做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先打一个结，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1、2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这里我小样起针数较少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完成后，将锁针整理一下，有辫子的这一面朝上，将锁针辫子圈起来，然后找到第一个锁针的里山，也就是锁针反面的这样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完成后拉紧。此时再检查一下，锁针不要扭起来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算作1针长针，对应起针的第一个锁针。接着间隔2个锁针，调左侧第3个锁针的里山，也就是辫子后方的这根线，钩1针长针，继续间隔2个锁针，调左侧第3个锁针的里山，钩1针长针，重复3次。注意，这里
都是调起针的里山钩织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现在算上起立针，一共钩了5针。接着间隔1个锁针，调左侧第2个锁针，钩5针长针。完成后，再调左侧相邻锁针，钩5针长针。注意这一针的里山被拉紧了，不太好找，不要钩错了。然后间隔1个锁针，调左侧第2个锁针，钩1针长针。接着间隔2个锁针，钩1针长针，重复8次。完成后，间隔1个锁针，钩5针长针。将这2组5针长针以及中间的针法看作一组花样。我再演示一组，先调左侧相邻锁针的里山，钩5针长针。接着钩9针长针，注意第1个长针间隔1个锁针，后面的长针都是间隔2个锁针。完成后，再间隔1个锁针，调左侧第2个锁针，钩5针长针。一组花样完成。
往下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这组5针长针，再按照前面的规律钩4针长针。这几针与起始位置这半组花样组成了一组完整的花样。整理一下织片，确保织片不要扭起来，然后调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辫子，钩1针引拔针，拉紧，第1圈就完成了。往下钩第2圈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挑下方起立针，钩1针短针，也就是调引拔位置钩织。完成后，调左侧相邻针目，钩1针短针，往下1针对应1针，挑针目钩短针，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2圈完成。接着钩第3圈，这一圈需要钩织拉丝针，接着之前的线头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拉大钩针上的线圈，此时插入之前裁剪好的卡片，注意线圈不要扭起来，然后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这样就完成了1针。往下继续挑相邻的针目入针，绕线将线勾出，钩1针锁针，然后拉大线圈，套在卡片上，这是第2针，这个就是拉丝针的钩织方法。往下1针对应1针，再钩7个拉丝针。完成后，调左侧相邻针目，钩5个拉丝针的加针，1针、2针、这5个拉丝针的加针就钩好了。继续调左侧相邻针目，钩5个拉丝针。
完成后，调左侧相邻针目，一个针目对应钩一个拉丝针，一共钩17针。钩的过程中，如果卡片上排不下，可以将卡片抽出，钩好的部分放于原位即可。继续往下钩织。完成后，挑下一个针目，钩5个拉丝针的加针。一组花样完成。来看一下织片，在第一圈的一组花样首尾对应的短针针目上都是钩5个拉丝针的加针，其余针目都是一针对应一针钩拉丝针，也就是这2个加针之间钩17个拉丝针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这个拉丝针的加针，在剩余8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拉丝针。第3圈就钩好了。往下钩第4圈，需要挑上一圈拉丝针的线圈，钩织短针，找到左侧第一个拉丝针的线圈，注意这里线圈不要扭起来，穿入，绕线，钩出，注意这里的度线不要拉得太紧，避免线圈缩起来，然后立针锁针起立，挑同一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。此时卡片就可以取下来了。接下来图解左侧相邻的短针下方对应2个拉丝针线圈，钩针，挑起左侧2个拉丝针的线圈，注意线圈不要扭起来，钩一针短针。继续同时挑2个拉丝针的线圈，钩短针，重复3次。现在到了上一圈拉丝针加针的位置，一个线圈上对应钩一针短针，一共钩10个短针。
完成后，继续每2线圈钩一针短针，重复4次。然后挑一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，再挑2个线圈，钩一个短针，重复4次。接着一个线圈钩一个短针，重复10次。来看一下这里的钩织规律，在上一圈加针位置的10个线圈上，一个线圈对应钩一个短针，在中间不加不减钩织位置，除了在中间的线圈上单独钩一个短针，其余都是2个线圈对应钩一个短针，分别重复4次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钩完这一圈。全部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4圈就钩好了。接下来钩第5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拉大钩针上的线圈，钩一个拉丝针。往下调左侧相邻短针的针目，一个短针对应钩一个拉丝针，钩完这一圈。第5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6圈，这里第一个短针需要同时挑上一圈最后4个线圈和开始的5个线圈一起钩织，钩针从右往左穿入这9个线圈。注意线圈都不要扭起来，绕线，钩出，注意肚线拉得松一点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这9个线圈钩一针短针，再钩一针锁针过渡，然后调左侧相邻线圈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过渡，往下每个线圈上钩一针短针和一针锁针，重复9次。完成后，同时调左侧9个线圈，
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过渡，然后在接下来10个线圈上，一个线圈钩一针短针，每个短针之间钩一针锁针连接。完成后来看一下织片，每间隔10个，一针对应一针，钩短针的线圈，钩一个同时调9个线圈合并的短针，每个短针之间钩一针锁针连接，往下按照这个规律钩完这一圈。在最后这个线圈上钩一针短针，再钩一针锁针，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6圈就钩好了。继续钩第7圈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跳过左侧锁针辫子，挑下一个短针针目钩一针长针，往下跳过中间的锁针，一个短针针目对应钩一针长针，重复3次。完成后，调左侧短针针目钩5针长针，再挑下一个短针针目钩5针长针，往下一个短针针目钩一针长针，重复9次。然后下一个针目钩5针长针，重复2次。往下继续按照这个规律钩完这一圈。钩完最后这个长针，在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7圈完成。接下来第8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下方起立针钩一针短针，往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，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引拔连接，
拉紧。第8圈就钩好了。来看一下织片，将第1圈到第8圈看作一组花样，往下重复钩织这样的花样。不同尺码钩织的花样组数不同，由于完整的图解较大，图纸中省略了重复部分，省略的花样组数在图纸上都有标注。钩织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线头不够长，需要接线的情况。取出新线，预留10厘米左右，在旧线的线头上打一个结，将这个结拉到线头的根部，往下用新线钩织。注意打结的部位和接线的线头都要放在织片的反面。全部完成后，将线头顺着织片反面的纹理藏好。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。往下，身体剩余部分需要的针法，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视频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它们钩完。完成后不断线。到这里，身体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胸片，分为后片和前片2个部分。先钩织后片，分为袖拢和领肩2个部分钩织。其中袖拢部分接着身体结束位置，沿着身体的一半来回往返，不加不减钩织。领肩部分在两侧减针，形成斜肩，在中间挖出后领窝。完成后，在身体剩余一半上接线，对应钩织前片。全部完成后，连接肩部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来钩织后片袖拢部分，由于不同尺码，身体最后一圈对应的花样位置不同，所以后片起始位置钩织的针法也不相同，但是花样来回往返钩织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我小样这里以小码为例进行讲解，其余尺码可以先看视频演示，学习对应位置花样钩织方法，然后对照图纸具体情况进行钩织。在钩织之前，先将身体最后一圈从结束位置开始分为相同的两半，用记号扣标记。我小样这里已经标记好了。先来钩第一行，这一行在织片的正面钩织，图解从右往左看，针法对应花样的第5行，也就是一针对应一针，钩拉丝针。第一个拉丝针与下方的引拔针对应。继续调左侧相邻针目，钩拉丝针，直到记号扣标记位置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2行，这一行在织片的反面钩织，图解从左往右看，将织片翻到反面，同时挑起4个线圈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再挑这4个线圈钩一针短针，取下卡片。接着
钩一针锁针过渡，调左侧线圈钩一针短针。往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针法，钩完这一行。最后一针短针，挑剩余5个线圈钩织。第2行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第3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间隔一个锁针辫子，调左侧短针的针目钩一针长针。注意织片的反面针目在左上方。往下对照图解调短针针目钩长针，钩完这一行。第3行完成。往下钩第4行，立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挑下方针目钩一针短针。往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，钩完这一行。最后这个短针钩在上一行的起立针上。第4行就钩好了。第5行和第6行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，按照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来回往返钩织对应针法即可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它们钩完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第7行的钩织方法。翻转织片，先挑第1个针目钩一针引拔针，将线头过渡到这个位置，来回往返钩拉丝针时，都要在第1个针目上钩引拔针过渡，往后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接着钩一针拉丝针，往下对照图解钩织拉丝针，钩完这一行。第7行完成。接下来钩第8行，先翻转织片，挑第1个线圈，将线钩出，立针锁针起立，挑这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。接着同时挑左侧2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。往下对照图解钩织，钩完这一行。最后在这个线圈上钩一针短针。第8行就完成了。往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，来回往返钩织对应针法，直到小码钩完第15行，也就是钩完图解上拉丝针出现交叉的这一行。
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小码第16行的钩织方法。这一行在织片的反面钩织，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，挑第一个线圈，将线头勾出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这个线圈钩一针短针，接着两个线圈对应钩一针短针，重复4次。现在到了拉针交叉位置前，将左侧加针位置的5个拉丝针线圈放到织片前方，调左侧第6个线圈，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，重复5次。完成后，再挑前面空出的5个线圈，从右往左，一针对应一针钩5针短针，注意这里线圈依次钩织，不要扭起来。大家看，这里的拉丝针线圈形成了交叉。来看一下织片的正面，右侧的5个线圈在上方与图解一致。继续调左侧2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，往下对照图解钩织，到下一个拉针交叉位置前，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接着钩一个拉丝针的交叉针，将左侧5个线圈放到织片前方，从第6个线圈开始，一一对应钩5针短针，完成后，挑前面预留的5个线圈，一一对应钩5个短针，又一个拉丝针的交叉就完成了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钩织，钩完这一行。第16行就钩好了。第17行在每个针目对应钩一个拉丝针，大家自行将它们钩完。接着钩第18行，也就是最后一行拉丝针上方的这一行，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，先挑前5个线圈，将线头勾出，
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这5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。接着挑左侧相邻3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。接下来图解是一个红色的引拔针符号，这里需要将线圈拉大，然后挑左侧的4个线圈，钩一针引拔针。可以看到，这个引拔针的辫子较长，这里引拔针辫子的长度不固定，根据自己的手松紧调整，整体保持织片平整即可。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这4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过渡，重复3次。完成后，继续挑同一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拉大线圈，挑左侧3个线圈，钩一针引拔针。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这3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。完成后，接着同时挑起左侧9个线圈，钩2针短针。然后挑左侧3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。完成后，钩3针锁针过渡，找到右侧第4个针目，也就是这3个线圈上方的这个短针针目，钩一针引拔针。接着再钩一针锁针起立，挑这个锁针辫子，钩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过渡，重复3次。完成后，再挑这个锁针洞眼，钩一针短针。这一组花样就钩好了。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拉大线圈，挑左侧4个线圈，钩一针引拔针。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这4个线圈，钩4针短针，每个短针之间钩2针锁针连接。完成后，拉大线圈，挑左侧3个线圈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继续挑同一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挑左侧9个线圈，钩2针短针。
继续调左侧3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3针锁针过渡，挑右侧第4个针目，钩一针引拔针连接，往下立一针锁针起立，调锁针动眼，钩4针短针，每个短针之间钩2针锁针连接。又一组花样完成，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，钩完这一行。钩完最后这半组花样，挑最后5个线圈，钩一针短针，第18行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19行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再钩3针锁针过渡，翻转织片，挑这个拉长的引拔针辫子，对应动眼，钩一针长针，再钩5个锁针过渡，然后挑左侧位置中间这个锁针动眼，钩一针短针，5针锁针过渡，再挑左侧这个拉长的引拔针动眼，钩一针长针，3针锁针过渡，接着调左侧位置中间这个锁针动眼，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过渡，调左侧拉长的引拔针辫子，钩一针长针，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钩完这一行。在最后这个拉长的引拔针动眼，钩一针长针，再钩3针锁针过渡，挑最后这个短针，钩一针长针。第19行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第20行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先挑下方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调左侧锁针动眼，钩3针短针，继续挑长针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再调左侧锁针动眼，钩4针短针，接着调左侧短针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往下对照图解，调锁针动眼和针目，钩短针，钩完这一行。
第20行完成。接下来钩第21行，先立4针锁针起立，算作一个长长针，与最后这个短针对应，再钩1针锁针过渡，反转织片，跳过第2个短针，挑第3个短针，钩一个长长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针目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从前2个线圈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个长长针就钩好了。继续钩一个锁针，间隔一个针目，调左侧第2个针目，钩一个长长针。往下间隔一个针目，钩一个长长针，每个长长针之间钩1针锁针连接，钩完这一行。第21行就完成了。往下后片绣拢部分剩余几行来回往返不加不减钩织对应针法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。后片绣拢部分完成后，接下来钩织领尖部分。先来钩第1行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挑第1个针目，钩1针短针，1针锁针过渡，间隔一个针目，调左侧第2个针目，钩1针中长针，再钩1针锁针过渡，间隔一个针目，调左侧第2个针目，钩1针长针。往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针法，钩完这一行。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2行，在钩之前，我们需要用渡线的方法调整起始位置，拉大线圈，然后将线团从线圈中穿出，稍微拉紧线头，接着翻转织片，找到左侧第2个长针，将线从这个针目钩出，注意这里渡线不要拉得太紧或太松，保持织片平整，这样线头就调整了起始位置，这个就是渡线的方法。接着立1针锁针起立，调左侧相邻锁针动眼，钩1针引拔针，这里的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然后调左侧相邻针目，钩1针短针，往下对照图解钩织短针，直到这一行倒数第4个锁针动眼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调左侧锁针动眼，钩1针引拔针。第2行完成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后片的中间留出领窝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图纸领窝这一侧标注的行号只表示领部织片的行数，与
肩部外侧的行数并不对应。我们先来勾领肩第3行，也就是对应领部的第1行。先用度线的方法调整起始位置。我小样这里位置随机。接下来对照图解钩织对应针数。最后一针为引拔针，这一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领部的第2行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空出左侧的短针针目，挑这个中长针的针目，钩一针短针。往下，领肩剩余部分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对照图解钩织。在钩织过程中会用到长长针减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对应针目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现在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这是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继续调左侧相邻针目，钩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，这个长长针减针就完成了。往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钩完这一侧领肩剩余部分，全部完成后再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领肩右侧部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左侧部分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找到左侧领部第1行起始位置，我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将钩针穿入针目，将活结钩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接线完成。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，调左侧针目，钩一针短针。往下，左侧领肩剩余部分的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。到这里，后片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后片完成后，在身体剩余部分接线来回往返钩织前片，同样分为袖拢和领肩2个部分钩织，其中袖拢前几行的钩织方法与后片完全相同。图纸上省略了重复部分，大家对照后片图解钩织即可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先挖出前领窝，并在肩部减针钩织斜肩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钩织即可。前片完成后，需要用钩织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肩部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连接的方法。将前后片肩部织片的正面相对，反面朝着自己，可以将首尾用记号扣固定一下，在最右侧位置同时挑右侧前后片织片第1个针目接好线。
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接线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过渡，跳过锁针位置，同时挑前后片织片对应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过渡，往下同时挑前后织片对应针目，钩织短针，每个短针之间钩一针锁针连接，钩完肩部剩余位置。完成后正常断线，自行藏好所有线头，这个肩部就连接好了。大家按照这个方法连接另一侧肩部即可。前后片连接完成后，接下来分别在领口和袖口位置绕圈钩边，钩边一共有2圈，第一圈需要在织片对应位置挑针钩织短针，在领口部位从肩部连接位置开始，袖口部位从腋下对应位置开始接线，按照图解标注位置或规律挑对应位置的针目或织片边缘的2根线钩织，大致均匀地钩出对应数量的短针即可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钩织方法，小样钩织的位置随机，第一圈已经完成了。接着钩第2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右侧短针钩一针反短针，将钩针像这样穿入这个针目，将线钩出，钩完这个短针，这个反短针就钩好了。钩一针锁针过渡，间隔一个针目，挑右侧第2个针目钩一针反短针，一针锁针过渡，往下间隔一个针目，钩一针反短针和一针锁针，钩完这一圈。全部完成后，挑第1个反短针引拔连接，这里穿入大约位置即可。正常断线，自行藏好线头，第2行就钩好了，这个钩边就完成了。往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钩完剩余位置的钩边。到这里，这款背心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